咱俩这样，终究也不是长久之事。今日我出门的时候，险些被看门小厮认出来，吓得我腿都软了，车子都上不了。再说了，这道观里头，神仙真人的眼皮子底下，我害怕。别说你了，我每次借口出门都要绞尽脑汁想半天，不是今天这个诗会，就是那个做生辰，还要打点这些替我圆谎的兄弟们，我呀比你还伤神。那怎么能一样？若有一天东窗事发，你不过是被人骂几句，笑话几日罢了。我呢，我的终身都毁了。那你要我怎么办？不是说好了吗？你去找你的母亲提亲，横竖他看上的都是盛家的姑娘，谁不是娶？你是不知道，自从给你六妹妹，今日也是病了，昨日又是头疼，我母亲就估摸出你们盛家的意思。如今她实在是听不得一个盛字。前日我小厮说漏了嘴，还被骂个狗血淋头。我和她逆着来，必定一开口就被她骂回来。那你就不说了吗？我怎么办？我一个闺阁在世女，什么都给你了，你却这样没有担当。我还是去死了算了。啊，好了，别这样，你这一扔，我的心像被鬼龙烹了似的。是，啊！爹爹，这是丢人现眼的东西，盛家的脸都让你给丢尽了。爹，来人，把这个娼妇给我捆起来，捆起来！爹，跟这样给我捆起来！红狼，红狼，梦儿她只是一时糊涂，你就饶了她吧。要打要罚，你只管冲我来。啊！你不糊涂，事先要探明永昌侯府什么日子去上香，什么路径时辰，再要买通上上下下里里外外一圈人来帮忙，让女使穿着墨兰的衣裳，三番两次装作屋里有人。好决心呢，好手段，是个人物了。你们都说了。娘！又晕，怎么晕不够啊？爹，此事都是女儿一人所为，我娘什么都不知道，与我娘无关。爹要打要罚，就冲我一个人来就好了。娘，你又晕是吧？来人，给我拖出去！且慢。果然是装。红郎，娘，红郎，我们也是没有办法。眼看着梦儿年纪一年打死一年，这婚事没有着落，大娘子跟老太太又都不管。混账！不说老太太，大娘子几时说过不管墨兰的事儿了？她不管，不是还有我这个当父亲的吗？我三番五次跟你说，我选定好人物了，用得着让她一个姑娘家自己找男人呢？不，金明池马球会是那梁公子先看上的梦儿，逼迫他。放屁！你们干出这种不知羞耻、自轻自贱之事，你还有脸辩解？你什么也别说了，免得让老祖宗听见，替你们母女俩感到害臊。墨儿如此不知自爱，败坏家风的东西，不如打死了好。若打死他，还不如先打死我。
我，那可是你的筋骨肉啊！红郎，红郎，我给你做妾20年，忍气吞声，遭人白眼，就看在我对你一片痴心的份上，你就饶了他吧，啊！红郎，禀主君，长风哥在外面跪下了，说是要给林小娘和四姑娘求情。红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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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算主君不顾念旧情，那也看看凤哥的面子。若真是打死了他的亲妹妹，岂不是伤了父子之情？啊！千错万错，都是我和墨儿的错。凤哥现在洗心革面，已经读了半年多的书了，眼看就要入围。若真是这个节骨眼子上出了事儿，那也是盛家的脸面呀，红郎。我若不是看你哥哥要科考，今天乱棍打死了你！上次就该让你跪死一辈子。拖出去，锁在祠堂，罚跪思过。谁要晕就让他晕着，谁敢求情，跟他一块儿跪着。林氏禁足林七阁内，不得踏出房门半步。抓人好好看守，其他参与谋划者，统统羁押，听候发落。都拖出去！真是老天开眼，叫这对贱人母女终于栽了次跟头，还是一个永世不得翻身的大跟头。说起来，我应该学学那贱人，大大的哭一场，哭得卧床不起，茶饭不思，理不了事，管不了家。看看官人还心疼那贱人不？这样一来，让主君去处置林小娘，大娘子也不会落个刻薄的名声。就这么办。哎，对了，你去把如兰叫过来，我叮嘱她，千万别去她父亲跟前闹。是。快去给我煨一壶热酒来，我吃了好快活快活。林大娘子，大姑娘回来了。好，她正赶上了热闹。大娘子去袁家喝喜酒，这才几天呢，姑娘就回娘家，难道伯爵娘子不唠叨吗？我的天爷呀，这是什么鬼热闹？母亲，这墨兰跟梁家公子的事儿是真的啊？你说话呀！你怎么知道的？我们把那里围得铁桶一般，每个人都是签了死契的，绝不可能泄露。什么铁桶啊！那袁家下人们都传遍了，说是墨兰在玉清观摔了一跤，给永昌伯爵家六公子扶起来，两个人搂搂抱抱的不成体统，那说的有鼻子有眼的。现在这会儿，怕是整个汴京都知道了。什么？不是传他们私通？什么？私通？啊！我的天爷呀！我的天爷呀！这要是给全汴京都知道了，哎呀，母亲，那我可怎么活得下去啊？我，哎呀，大娘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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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儿子家教不严，连累祖宗，让母亲也疾病了。我不过是一时怒火攻心，不妨事。听说大娘子晕了醒，醒了晕，如兰一时要跳湖，一时又要去加词杀人，华兰也回来哭。事已如此，
你才来问我，我有什么法子？儿子糊涂。你是为官做宰的人，一向小心谨慎。官场上刀枪剑戟何等凶险，你都挺过来了。偏偏林小娘把你一算一个准。如今墨兰这条路，便是当初林清霜走过且成功了的。孩儿尚且年幼。行了，年幼的是我明兰。是。我不是追究你前尘往事，可他做了多少错事，每每撒娇卖乖，装痴装惨，又哭又上吊，次次弄得你心软，高高举起，轻轻放过。之前的都是些小事儿，他也是一时糊涂。千里之堤，毁于蚁穴，这点道理也需我教你吗？母亲，您息怒，母亲。我不怕得罪你，今天索性把话说透了。若不是这20多年来，你每每偏袒林氏，纵得他不知天高地厚，胆大妄为，也不会有这桩丑事。墨兰本该是个好孩子，跟着林清霜学得见利忘义，口是心非，为一己私利，不惜毁了盛家所有女眷的声誉。墨兰将来嫁人，离开林清霜或许能好些。可长风是盛家的儿子，他若被教坏了，那可不是脸面名声的事情。去年他结交邱家，胡言乱语，害得你被官家扣在宫中，这么快你就忘了？外面是哪位妈妈值夜？我这胸口啊疼得厉害，麻烦通传一声，请个郎中来给看看。坐牢还得给口饭吃呢，官人只是不让我出门，又没定我的罪，凭什么生病了不舒服不能请大夫？小娘，省省吧，听你这底气十足的样子，哪里像有病？不叫跟你说话，是主君吩咐的。若不服，等主君回来了，尽管告我们就是。老奸夫，等我翻起身来，我看我怎么收拾你！哼，怕了我了吧？告诉你们，在这个盛家，谁也别想和我。红郎，别看我，别看我，生病的人难看得很呢。别装了，起来吧。我有话问你。难道你想大半夜的去祖宗祠堂跪着回话吗？红郎，你就饶了墨儿吧。墨儿年幼，要打要罚，就让我这个做母亲的替他吧。饶了他。然后呢？然后自然是去梁家提亲，定个日子，把婚事给办了。什么？哦，天爷！你女儿做出如此蠢事了，你还有脸让我去给她提亲？这外面都已经风言风语了，若不提亲，咱们全家都丢脸呀。是，我的墨儿是不端庄，可是他们梁家难道就是什么好货色吗？墨儿只不过是与那个梁公子相互暧昧，就如同你我。你我个屁！你怎么知道此事已经传出去了？连我还是华儿回家来，我才知晓的。你一直被关在这儿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
是你散播出去的，是吗？红郎，怪不得我审问之时，你跟雪娘比众人来的都晚。那外面人问我，我也只能是编了个理由，说摩儿摔倒，这梁家公子把他扶起来而已，并没有说别的。这样咱们两家都不太丢人，梁家也好有个台阶下呀。那是你亲女儿，你就这么糟践她吗？我糟践她？红郎，你口口声声的说要给她议亲，无非就是从那些走科举路的穷秀才里面挑一个罢了。默儿是一个庶女，若不想一些办法，恐怕就要嫁入寒门，苦苦熬上20年。若再赶上一个不争气的，她这辈子就完了。我糟践她，到底是谁在糟践她？你是只知道伯爵府的锋芒，不知道里面的凶险。那华兰不就是例子吗？她还是咱们盛家嫡出的女儿啊！那是大姑娘没有手段。默儿她同我说了，说这梁家公子是非她不娶，只要是多多的带一些嫁妆过去，那便不会有人瞧不起啊！带多少嫁妆啊？那梁府是什么人家？那是汴京城里头数一数二的富户。华儿出嫁的时候是大娘子给添置的，你的田产铺子那尚且是我给你的，都拿来给她做嫁妆，有多少啊？红郎，大娘子是正室嫡母，墨兰虽不是她亲生，可理应也应当出一份。况且还有老太太。你住口！你一个妾室，你平日里过得已经比一个正室的大娘子还体面了。你应该安守本分，好好教养教养孩子。可是你看看你，分的莫尔成什么样子了？啊，让你给教成什么了？多好的一个孩子，让你给教成一个教成什么了你？你现在还有点惦记着大娘子和老太太的嫁妆，你还知不知道羞耻啊？你说什么？红郎是嫌我不知羞耻了？当初我清白之躯与你暗中苟且，白日宣淫的时候，你何尝想过我不知羞耻？现在我只不过一心为着女儿着想，你倒嫌我不知羞耻了？在你这样的读书人眼里，到底什么才是羞耻？双儿，你是这么想的吗？红郎要我怎么想？你说你害怕吵架，我每回听了我都心疼，我心疼你一个弱女子，孤苦伶仃，无依无靠。你现在怎么竟然这样说？双儿，我现在问你，假如当初我只是个身无分文的穷秀才，你还会这样说吗？会。只要红郎想听的，双儿都会说给红郎听。怎么红郎还要打双儿不成？双儿，我把你放在心里头20多年，你把我当什么？你把我当什么？你把我当什么了？红郎的心可真大呀！摩儿的事都已经这么大了，你还有闲情逸致同我在这里提前尘往事？你恨我也好，怨我也好，哪怕
是为了如兰、明兰这2个丫头的名声。现在同我扯这些，不如快去提亲吧。要挟，你这是要挟我！我没有要挟你，我都是为着盛家着想的。梁府肯娶墨儿，可以说他们早就有婚事，早就定了亲，举止亲密了些也无妨。如若不然，恐怕明兰跟如兰2个女儿便嫁不出去。别说是那穷秀才，就是山村野妇也未必肯娶这样家的女儿。盛家丢人了，长柏就丢人了。长柏要是丢人了，他的大娘子海氏那还有脸呀？我要你们王家、盛家、海氏，还有老太太家，通通去给我想办法！贱人！我嬷嬷曾说过，这一个家里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如果墨兰这婚事办不成，我们就一起死吧！天爷呀！无知！母亲，你多少喝点粥吧，这什么都不吃，身体都撑不住。撑不住，撑不住，我就拿一把刀，先杀了林氏，再自尽的好。我是没脸见人，给自己的女儿出主意，勾搭男人。还到处散播谣言，他这是眼瞅着自己女儿嫁不进豪门，就拉着我的如兰一道死啊！请小点声，你这张口闭口要死要活的，多不吉利。这况且六妹妹刚把如兰给劝走了，你这一哭惊醒了她，她又得闹个不休了，不是？闹就闹，都是你父亲种下的祸根，我管不了了，让他去料理吧。母亲，你别说气话。夫妻本应患难与共。这个时候，父亲肯定已经知道林氏是什么个真面目了，他将来也不会姑息纵容她。相信我。况且这如兰，她还是得嫁人，她以后在婆家，你也得过好日子。你跟母亲说，是你婆婆又让你站规矩了。没有。你说实话，不然我现在就去你婆家闹去。他就借口说我月子没做好，让我好好休养，然后就把石哥抱走了。我也阻拦不了啊。这孩子现在就到人家屋里去了。他妈还讲不讲理了？谁成想昨日那院子里那些黑心婆子竟放石哥一个人独自午睡，他们都吃酒耍乐去了，一个都不管。这孩子刚会爬，不小心打翻了熏炉，那火灰就都掉在了石哥身上。什么？幸而我家姑娘惦记他弟弟，每日都去看，这还好撞见了。他赶忙把那火堆都扒了开，把孩子赶紧从火堆里头抢了出来。石哥倒没什么大事儿，这姑娘了了一堆泡，到现在手都碰不得东西。母亲，这日子什么时候能到头啊？
墨兰这事若不能平，日后你、如儿，哪怕是长白，都不能脱身干净。林清霜这贱人，她算得好准，算得好狠。花儿，我都有些佩服她。母亲，明日我就去梁家提亲，把这件事平了。盛家出了这样的女儿，娘子竟还没打死她，还来上门给她说亲。哎呀，真是菩萨心肠啊！本应是打死的，可一个巴掌拍不响，你家公子也不是没有错处。我们固然丢人，你们这等勋爵人家一样也要名声受损，这原是两败俱伤的事儿。既然如此，不如化干戈为玉帛。若是咱们两家结了亲家，自然闲话就烟消云散了。亲家，我这样的勋爵人户，你让我娶你家哪一个？是，墨兰出身是低了些。可先前大娘子不是也看上我们家六丫头了吗？她也是个庶女啊，可见大娘子心胸豁达，不是个计较的人。娘子的意思我明白，这是顶着屎盆子求人，张回嘴不容易。那我也把心里话道出来吧，我看上的不是嫡庶，是明兰这个人清明豁达，她是嫡是庶我都认。你们家四姑娘可就不同了，她是什么门路，我心里有数，你心里也有数。是，我们家六郎自然是个杀千刀的。我说句不该说的话，若是换了明兰，他绝不会行此苟且之事。娘子要拿墨兰换明兰，这不是打我的脸吗？大娘子刚还说，我张一回嘴不容易。如今为了儿女事，我这样低声下气的相求，也是走投无路了呀。我岂能不知道你的难处？这事儿啊，就像咽了只苍蝇，是死是活都恶心。也罢，娘子张了嘴，我也不好一口回绝。这样吧，我提一个折中的办法，你看如何呢？大娘子尽管说。若是盛家能把两个女儿都嫁过来，明兰为正，墨兰为妾，便是两全其美，既合了我当时的心愿，也解了女家的燃眉之急，岂不好啊？白日做梦！那小贱人闯下这弥天大祸，那是你们自己作孽。你们夫妻两个想要我的明兰去给你们收拾烂摊子，做你们的春秋大梦吧！老太太千万别动怒，你是上了年纪的人，急坏了身子不上算。那明兰8岁上就没了娘，瘦得像小猫一样，险些没命。我把她带在身边养到这么大，教她知书达理，养她花朵一般，不是让你们拿去随便作践的。那梁六郎是个不让过儿的花花太岁，弄大了别人的肚子，急慌慌的要收房，得先娶个正室回来摆着，这才上赶着要明兰。
那梁家要盛家的女儿过去是当枪使呢。墨兰自轻自贱，愿意过去跟一群小娘打擂台，我不管。想把我明兰往火坑里推，除非我死了。墨兰要是嫁不到梁府，那如兰和明兰的名声也就完了。你不用拿这个吓唬我。那墨兰做出这不知廉耻的丑事，还四处张扬，逼我们就范。照我说，随便拉出门去，谁爱要他谁要他，要不就一顿乱棒打死，也换个家门严谨的名声。我如兰和明兰照样还是好姑娘。都沦为阶下囚了，还端什么千金的架子？阶下囚又怎样？无论什么时候，我都还是盛家的四姑娘，爹爹的亲骨肉。母亲去和梁家说亲了，吴大娘子不肯要。不要我，那盛家的脸面还要不要了？老太太说：“打死你，盛家的脸面就还保得住。”打死我，一尸两命，你们敢吗？别给我耍花招！林氏那些下三滥的招数不管用。我何必拿这种事情说谎呢？哎，嫂嫂，若是你也不信，便帮我请个郎中来吧，把把脉，一摸便知。你还有没有点廉耻？廉耻？廉耻是能当饭吃啊，还是能当银子使啊？这种事情，若是叫梁家知道了，更不会要你。何况婆婆也去说过一次，给吴大娘子顶了回来，如何还能再去登梁家的门？就去了也一定不成。那不还是有老太太吗？她是永义侯府的千金，别说是梁家了，就算是宫里边也能说得上几句话的。老太太是什么身份？你平日从未在她跟前承欢孝敬，如今犯了泼天的大祸，倒指望她来给你挡刀挡枪来了。我原本以为是林氏教坏了你，原来你是青出于蓝，比你娘还要贪婪无耻。贪？何为贪？求非己之物为贪。怎的？大姐姐嫁入伯爵府就是正当名分，我嫁入伯爵府就是贪了？凭什么？就凭你和我是不同娘肚子里出来的。大姐姐，你人前人后两副面孔，还配在我面前说廉耻二字？此事何关嫡庶？六妹妹身世还不如你，但梁家非要她，可死都不肯要你，为什么？你想过吗？我们走。你拉我做什么？像他这种，
你打他也无用，他定是诈我们的，那孩子都是说怀就怀上的。我非得找个郎中来，千万别！那郎中若是个嘴不牢的，泄露一句半句，咱们可就把2个妹妹给害了。你又干嘛去？话说回来，是不是真的有多大不同？一男一女有了肌肤之亲，谁还能往好处想？横竖都是说不清楚。咱们竟给这样的人逼得走投无路，还连累了祖母。老天怎么不降个来劈死他？再找我娘去。这小娼妇竟然这么猖狂！她是打量我不敢打死她吗？莫兰这丫头和家里算撕破脸了。她算准了我会投鼠忌器，不答应也得答应。祖母不必答应。你不答应也无用，她是把我们逼到绝境了。若要祖母为这种龌龊事低头，明兰宁愿不嫁。胡说！女孩家哪有不嫁人的？这些年我积了一些私房钱，养老不成问题。二哥哥是好人，二嫂嫂也厚道，断不会容不下我。明兰愿意一直伺候祖母，伺候祖母终老。待100年之后，或者我出家也行，横竖我自己都有打算。这丫头说什么疯话？这女孩子哪有不嫁人的？那是叫人笑话的。别人笑话就笑话，我自己不放在心上就行了。小孩子别瞎说。墨兰出事后，你二哥哥说，家族最不好姑息养奸。若是明兰和如兰真的嫁不出去，一世在家也是一样兄妹和气的。你们夫妇说的这是什么胡话？这哪有你说话的地儿？你不嫁人，那如兰还要嫁呢。如兰不嫁人，那华兰在婆家怎么办？她婆婆一贯刁难她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石哥被她婆婆抢走了，庄姐为了救石哥，那手都烫坏了。哎呦，我的天爷哟！我的日子怎么那么苦啊！林秦霜那妖妇什么时候不再祸害我的孩子们呢？别哭了，儿女债不还清，我也闭不上眼。既如此，我就豁出这张老脸，去梁家走一趟。怎么，你也来看我落败的惨状吗？你们不用高兴得太早，我不过是一时困顿，将来谁高谁低啊，我说不定呢。祖母要我过来告诉你一声，梁家答应了。是老天爷都帮我，枉我和我阿娘辛苦筹划。盛如兰，王爷日日夜夜都把嫡女挂在嘴边上，
从今往后，我就是伯爵府的大娘子了。他永永远远都要高看我一眼。恭喜四妹妹得嫁高门。华娘说了，娘老子想摆布儿子，若儿子想的就是父母想的，儿子便说是孝顺顺从；若不是一条心的，儿子就顾不得孝顺，只顾自己的。爹爹是这样，梁家六郎也是这样。他母亲不总是想要六丫头吗？最后不还得是乖乖纳我进门？那梁家可并非什么福地洞天，吴大娘子精明强干，梁家六郎大家都就算很羡慕我吧？我过去做的是原配正事，谁还能与我争啊？妹妹飞黄腾达，好自为之吧。一朝花开傍柳，寻山无觅听候。纵饮朝霞半日晖，风雨捉不透。一人共长消瘦，太高冰泪难流。锦书送罢莫回首，无语随客偷。昨夜玉树风骤，浓水不消残酒。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。知否？知否？应是绿肥红瘦。昨夜玉树风骤，浓水不消残酒。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。知否？知否？应是绿肥红瘦。知否？知否？应是绿